好，接下来看是国际部分哦。我们来看呢，是现在这个在去年的时候7月份，当时不是发生了日本的船舰那闯入中国领海吗？那时候有个报道就讲到说，因为他们闯入之后呢，航行大约还有20分钟，那中国当时曾经的罕见发炮最少2次要警告，不过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被证实，直到现在大陆方面的外交部发言人呢才提到说，如果对于没有经过中国批准就进入到领海的外国军用船只，确实他们会依法依规处置。那当然，这是不是也间接的证实就有这件事情呢？那除了是在日本的部分，我们看到尤其是中非现在在南海上黄岩岛附近呢，就说在11号的时候，有一艘中国的海警船，他们呢在追逐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呢就撞上了另一艘解放军的驱逐舰。好，你看到就是我们这个画面当中呢，就是2艘的驱逐舰，他们当时为了要夹击这个菲律宾的船舰的时候呢，所以不小心就发生了这个严重的碰撞了。那中国的海警船也确实是有出现受损的状况。那海面上的这样的照片呢也流出来。那菲律宾方面的声明是说，当时呢菲律宾有3艘舰艇正在护送补给船只给渔民的运输物资，那没有想到被中方驱逐。而中国的海警局呢，则说他们就是依法来进行行动，是正当合法的。不过当然刚刚看到的只是2艘中国的船舰为了要夹击而发生碰撞嘛。可是如果这个时候发生的是中非的船只碰撞，那接下来恐怕就不得了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美中现在关税的问题还在持续斡旋，好不容易终于呢，川普就宣布说签署了行政命令，要延长对于中国的这个关税征收期限90天，再加长。那路透社说期限呢，就是到美东时间的11月10号午夜12点的时间就画下句点。那当然呢，接下来要看后续的发展。而中国的商务部呢，则说双方再次暂停了24%的这个关税90天不过保留了对彼此加征的10%关税。现在关税的问题呢还没敲拢，当然就是很多的细节还在磋商嘛。好，当然大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你看川普呢就说，美国的农民生产出了大豆，就喊话中国能够迅速增加大豆的订单量，这是大幅减少中国对美国贸易逆差的一种方式甚至他还说我们会很快速的来服务谢谢习近平主席确实在数据来看去年中国进口大约是有 1.05 亿吨的黄豆，那是不到1/4来自美国，很多呢都是还是来自于巴西。这代表什么呢？如果美国的进口量要增加4倍的话，那么中国全年所需的黄豆等于是都得从美国进口而来。那分析就说，可是你看看你要怎么比过人家？巴西的大豆免税价格低，而且还能够稳定供应现在呢，你就不要说是这个价格问题了，连关系不好马上说翻脸就翻脸所以呢，美国大豆要恢复中国的市占呢，恐怕还会更加困难了。那除了在大豆议题上呢，现在这个晶片角力战我们看川普他的周一呢就在白宫表示说，很可能他会和辉达达成对中国出售晶片的一个协议但是呢，他说晶片的算力必须要降归30%或是50%。那辉达当然现在就被认为说是一个川普所锁定的嘛，川普就说允许辉达对于中国销售这个 H20晶片，条件是美国政府可以分得辉达在中国这边销售这个晶片的销售额要15%。那另外呢，还甚至有传言说，川普最初可是狮子大开口，他要抽取20%的这个销售额。那美国呢，国会的议员就谴责说，川普这种分润的做法可能会变成是一种付费换取敏感技术出口许可的模式也就是说呢，你告诉这些厂商，你只要付钱给我，就算
你这个商品是有高度国安价值，你有高度国安危机的东西也可以出口，那形同是向美国的对手国输送了高阶的科技哦。那评论就认为啦，说美国不希望中国借着晶片技术来超越自己，那中国呢，则是不希望美国借此变成是一个颠覆革命。所以在这个中美的晶片之争来看呢，可以无疑的显露双方在这个领域当中一些技术制度和实施的过程上是有多不信任哦。好，先请教副司令怎么看说呢？这个当然在海警船的部分好担心我们昨天看到这画面好惊险很怕不小心就要擦枪走火了。那中国大陆对这个侵入中国大陆领海的，不管是军舰也好，或者其他的渔船，或者是运补的船舰，它都会做一个强势的它有3大特色。第一个特色，它会这个强势驱离，它不是只是一个广播驱离，只是一个广播的动作，它会派这些相关的这些军舰还有海警船做处置。然后在去年2024年的这个7月4号，那日本的良月号过去，结果它进入了12海里，12海里已经到领海了，又停留的时间又久，那中国大陆就开炮了，只是火炮直接就能开火来驱离了。这个动作算是很紧张呢。这个动作看起来这种警告的程度是非常高的，不是只是广播或者靠近一点、靠船一点把它赶走，不是所以中国大陆这方面呢，它走向的是强势驱离。第二个，它这个是中国大陆要驱离的都是优势兵力，它优势兵力呢，它有军舰3000吨级的，还有5000吨，甚至有时候那个海警船、军舰加海警船加上海上民兵，那海警船3000吨、5000吨，这样说很大啦。全世界的海警船最大的中国大陆10000吨的海警船出来都会有这样军舰、海警船跟海上民兵都出来了，都彼此互相搭配。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一个在军舰的数量上、海警船的数量上就已经形成优势了？尤其是在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黄岩岛也好，还有这个仁爱礁或者是仙滨礁，中国大陆这才是这样。那甚至有的时候在钓鱼台在钓鱼台的这个列屿，因为中国大陆保持2艘军舰，有时候海警船也过去。那这样子做搭配，所以它现在已经由弱势驱离走向强势驱离，而且是3个海上民兵结合海警船来配合军舰来做搭配。第3个特色它都是海空一体，不是只是说海警船或者军舰去做驱离，它上面有那个无人机无人机在什么做侦查，到底对方有几艘军舰，有几艘这个军舰的航向航速大不大，航速快不快，吨位多少，那个舷号都看出来了，马上一查资料。这个是大概吨位是多少？这就1000吨级的菲律宾的这个军舰或者补给船，马上就出来了。所以就变成由平面的这个驱离变成立体的监控。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它都有做调整。然后在这一方面呢，就变成中国大陆形成优势了。因为其他像菲律宾都是只有平面而已，菲律宾的这个偶尔派的是那种小型的这个。我们讲的运输机呢，这个人员运输机只能坐6个人的，在那边做监察，然后载着什么？上面载的是国际的记者在那边拍照，是做这个，而不是说一种监控驱离，而是一种这拍照这边收证而已。那中国大陆已经从平面驱离走向立体驱离了。那这方面来看的话，它这方面运作已经很娴熟了。那对钓鱼台也好，对南海这些岛屿的这些争端，中国大陆是采取的比较主动性、积极性的作为。但是在关税的争端上呢，赖老师。关税这个部分很明显的，其实美国打不下去了因为美国第一次跟中国大陆爆发的这个关税战是在4月2号，那双方之间一直叠加关税，后来一直到闹出笑话的285后来川普觉得自己很像小丑因为大家都在笑285有什么意义呢？后来他自己又降回到145然后双方说好了，那这样的我们来休兵吧，那就到日内瓦谈判了，所以双方就休兵了。结果到了上个月7月份的时候，因为休兵90天嘛，那应该是到8月12号又到期了，怎么办？美国又说那这样好了，我们再来谈一次。所以谈的第3次的时候，就是在斯德哥尔摩，那就是再往后延90天。川普就认为说他可以玩这个小把戏然后他就说，你不能够向俄罗斯买原油，你如果买原油的话，我要对你实施2级制裁。中国大陆当天就回应了，说你试看看嘛，这是我的主权，你制裁我，我就制裁你
那就又双方贸易战又要打起来。结果我们看到这招没用啊，然后接着又说，那你要买我黄豆、大豆买4倍，那大陆也不回应，那时间越来越紧迫了，那已经快到截止日了，怎么办？双方又要开始恢复这个125的这个贸易战，又要开始了吗？结果就在这个到期的前几个小时，川普签署了发布命令，好，双方的这个关税战再延长90天。其实这个代表什么？川普打不下去了嘛，所以现在等于是延了6个月了。那为什么还要再延？就是给自己再创造一些看能不能再谈判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如果根据克鲁曼他们的预估啊，就是美国因为它的对等关税已经从8月8号全面性开始课了，所以世界各国的这些货物进入美国都要开始课关税了。那有很多的货品都已经陆陆续续要进美国了。一旦都进美国以后，开始付这个关税，我们都知道关税一定是进口商付的。进口商如果付不下去的话，他会跟出口商要求，就是说是不是你也贴一点？出口商如果没办法贴的话，那通常他就会转嫁给消费者上面。那普遍性如果都上来了以后，美国的经济就会出现这个停滞性的通货膨胀哦。这个就是克鲁曼的预测中最危险的情况。那我问你，如果说在经过，因为克鲁曼预估到了大概8个月到1年了以后，这个情况就出现了，然后美国会出现这个整个经济衰退，然后进口减少，出口也会减少，双都减少的情形下，那这个会对美国酿出经济危机。那如果对川普来说，他该怎么办？他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民间的这些消费品不要让它涨价。那民间的消费品能够满足美国的，其实就是大陆，因为大陆的产品啊，从你厨房到卧室到浴室到客厅，你几乎所有的这些产品几乎都从大陆进口。那所以如果说一旦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它最好的方式就是赶快跟中国达成协议。我判断了，说不定这个川普跟这个大陆的关税反而会是全世界最低的，我在怀疑啊。另外一个，大陆已经明说了啊，政府也好，央视也好，已经明说了，不要买 H20，因为他说 H20不安全、不环保、不先进，不要买 H20。那当然，这个是一种通知，其实也是一种警告。也就是说，你买 H20的大陆的企业，如果一旦最终 H20证明有后门的话，你造成的客户的伤害，你要负完全的法律责任。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的明确了。对，这个分润的协议，我看起来这不是他都能够接受。来，那个洪庭哥，就川普最近在做的事情，实在是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哦。就说我们的关税，它的目的到底？川普想要达成些什么？国安也可以拿来标价。现在看来，除了赚钱以外，看不出有其他的这个部分。因为一开始大家认为说他想要解决美债的危机，可是后来发现好像也没办法。你后来，而且特别是你整个大而美把整个富人的税省掉以后，你赚到的钱其实远低于你省掉富人的这个税的钱啊。所以大家都认为说，在整个大美丽法案之后。那大家对关税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也就是造就了现阶段美中这谈判陷入僵局的最大的原因。就是说，中国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国，你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国，我们两个彼此需要。然后呢，我发现川普现在尽一切的手段都在用关税作为勒索的手段，实际上他想要拿到的就是你要不要跟我多买东西，你要不要多投资我，你要不要再做这些像日韩现在跟我，甚至我们即将要出来的 package 都是长这样。那中国现在唯一有的底气就是我现在如果跟你谈崩了，你的圣诞节什么都没有了。就像刚赖老师所讲的，这些所谓从家居啊、礼品啊这些小小的 accessory 这些东西，基本上来讲，如果我们现在谈崩了，你就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也就是刚刚赖老师认为，就是说最后谈出来的关税可能是最低的，因为所有现在制造的这些部分，最后如果全部转嫁给消费者，那其实倒霉的就是美国的这些平民啊。这整波的谈判里面，其实最可怕的是，川普
所有的关税未来都会回向到这些一般底层民众，对，他们马上就要面临到所谓通货膨胀跟价格转嫁这个问题。最辛苦的是他们，可是你大美丽法案省税的居然是最有钱的这一群人。对，所以川普在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是，你有点像是吸血鬼，你在压榨这些最可怜的穷人，结果你给最有钱的富人他一个最新的这个 priority pass， 就让他可以付更少的税。那这让大家真的觉得就是说完全的匪夷所思。所以川普接下来在做这些，包括你说 H20的这个晶片，居然可以用付钱就能够 waive 掉他原本的美国禁令，那大家就要问美国说，你的法令到底目的是什么？你原本不是为了国家安全吗？你原本不是为了算力吗？你要做防止吗？你防堵吗？结果现在付钱就能解决了，那大家就说，哦，其实国家安全也不是那么重要，重点是钱。而这个钱也不是来解决你国内的这个财务结构的问题，反而是到底在解决什么？大家看不懂啊。那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川普现在的整个他的财政部有很大的信任危机，这也就是难怪接下来贝森特一直被人家问说，我们会不会有可能回归到1930年代斯姆特获利法案接下来造成的所谓 Great Depression， 就是超级大衰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外界都在用这个问题来问财政部长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外界都认为接下来真的有可能会发生很大的衰退问题啊。还没到衰退问题，现在美国已经呢这个内部发生危机。来看呢是在华盛顿特区失控了，那川普呢就赶快宣布说现在进入到了紧急状态了。我们先带你来听一下。Today we're formally declaring a public safety emergency. This is an emergency. This is a tragic emergency. This is Liberation Day in D.C. and we're going to take our capital back. We're taking it back. 好，现在在这个华盛顿特区是有800名的国民兵进驻，而且呢，川普刚誓言说要夺回我们的首都哦。好 ，CNN 就报道说，在川普宣布接管警察局之前呢，其实华府的市警局的市长根本就不知道川普有这样的计划，还甚至他们直言总统的举动令人相当的不安。美国的国防部长呢，则是说华盛顿特区的国民兵不会进行流氓式的执法，但是士兵呢有权可以暂时拘留人员，所以现在整个白宫是要军管华盛顿特区华府了吗？那专家也点出问题他说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动用地方自治法的这个权利所以就认为说这代表什么？警队被联邦化之后，那警察局长还是部门的主管吗？现在呢，川普政府已经派遣了有130多名的 FBI 探员，说要跟华府警察一起进行巡逻。那有2个人呢，就悄悄的透露说 ，FBI 的探员其实通常是没有接受过社区警务的训练的，所以呢，他们的致命武力的这个使用政策和地方警察不同。简单来讲，就是说在执法上呢，可能会在街头引爆一些更大的冲突了。那也被质疑说，川普现在是不是有扩权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民意上其实也不太支持，所以华府呢有很多的民众他们是上街抗议川普，说用维安当作借口来夺权好，你看到画面上呢，就是有非常多的民众，他们是高举着布条或者是旗子那出来呢高声抗议川普派军队到这个华盛顿特区，而且呢认为说你这是不是把这边已经军事化了？那这也不是总统的权利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有些人认为这现况根本就不符，因为呢根据资料当中显示说，在暴力犯罪其实比起去年的同期呢是有下降了26%，甚至还是6年来的新低。那既然华府的治安都已经被改善了，那你川普为什么这时候还要出手呢？很多的川普第一任期的官员就透露说，川普过去很多次就想要动用军队来处理国内事务了，只是被幕僚劝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说这可能会涉及到这个让情势升温甚至是被指控带有法西斯的色彩。那洛杉矶的这位市长呢就直言说，川普现在把地方执法部门变成联邦化，这个举动呢是让人非常不安，而且也超越了总统应该要有的权利。
那更是川普呢就点名了，说你看纽约啊、芝加哥跟洛杉矶这些地方啊，哇，都刚好哦是民主党所执政的城市。那他接下来呢也会再用这样的方法在这里打击犯罪。好，这是我们讲到美国在内部的问题哦。那外头呢，现在这个双普会就在倒数的阶段了。那川普呢就在记者会上谈到说，这是一场试探性的会面，因为他可能在前2分钟就可以知道了有没有再进展的可能。而且呢，他也提到说，可能会发生一些领土交换的发生啦，但是呢，对乌克兰绝对是有好处的。那关键就是人家乌克兰想要吗？好，泽连斯基呢看起来立场哦是有似乎也转趋比较软一点了，因为呢他就说乌克兰可能会同意停火，也放弃部分的这个已经由俄罗斯所控制的领土哦，作为欧洲支持和平计划的一部分。那更点出说，泽连斯基还暗示，这个俄罗斯呢将会实质掌控他们目前占领的，包含像是卢甘斯克、顿内茨克啊、扎波罗热、赫尔松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但是川普会有即将登场之前呢，看起来欧洲的官员不信任感非常的重哦，因为呢欧洲领袖啊，他们要13号就先跟川普进行视讯会议，重申欧洲的红线，就是要避免说欧洲跟乌克兰最后被迫得接受这个不利于他们的停火协议哦。好，赖老师怎么看呢？说当然现在川普不断的被质疑，他这个行为就是在扩权，甚至好多民众都走上街头了。川普宣布紧急状况已经次数太多了哈，从他上来到现在才6个多月，他已经宣布了好几次，例如说这个洛杉矶他也宣布，然后也动用海军陆战队，对于这些非法移民，他也使用国民警卫队，使用陆战队来去进行扫荡进行镇压等等的这些动作。现在对于这个华府，因为您刚刚讲的没有错，华府是这5、6年来它的犯罪率最低的时候，现在那也就是说，如果比去年来讲，它的犯罪率下降了7.1%，所以它并不是恶化，它是改善了。那改善了，怎么会你突然间又宣布说是紧急状态呢？只不过是因为有人在这些雕像上面喷涂鸦，你就马上就这样做宣布。这个部分里面其实是引起很多的争议。更重要的地方在哪里？似乎他在架空地方政府。对，例如说，他当初对于加州，他也等于是架空了州长，因为加州的州长说我不同意哦。如果你真的要宣布这个动用国民警卫队，那是我的权利因为按照宪法规定是我州长提出来，然后是我来指挥，结果不准。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华盛顿市这个华盛顿市的市长也说，这个国民警卫队不归他们能够指挥的，因为这个是总统，然后派 FBI 来指挥。那问题就在那他地方的警察局干什么？被架空了，这个是不好的，这个叫做军管时代。我觉得这个情况，如果特朗普越用越得意，或是越用越食髓知味的话，他就会到处的说，现在又紧急状况，又要宣布戒严，现在又紧急状况，要动用国民警卫队，要动用现役的海军陆战队的队员。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像前段时间 CDC， 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移民局。移民局在前段时间还发生这个有人拿枪手扫射 CDC， 在昨天打了200多枚弹，这代表这种爆发、这种冲突、这种执法的产生的后遗症是会越来越浮现我觉得，川普如果再这样一直把地方架空，对他也不是好事，对于地方的这个中央跟地方州的分权也不会是好事，他把整个宪政体制又开始在破坏了。那另外，川普跟这个普丁的会谈其实很多人就说还没有谈已经输了，为什么？普丁是正式的进入了美国的国境了，那普丁就可以到任何一个国家去请问一下，他可以到了美国 APEC 的会议，他可不可以参加韩国？G20 他可不可以参加？他都可以参加了，那谁能够说他不能参加呢？所以匈牙利或是斯洛伐克邀请普丁去欧洲来访问的时候，你欧盟还可以表达意见吗？他说美国都可以进了，我为什么不能进？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件大事，但是很明显的川普已经输了嘛。对，这个我们持续为大家来关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来新闻大白话，将军怎么看这乌克兰接下来的命运？我们乌克兰只有割地求和了，而且是割大地，不是割小地，这个地的面积还不小，可能台湾36000平方公里，可能割好几个台湾了。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最主要是乌克兰犯了3个战略的错误。第一个是战略错误啊，他现在整个的他自己的实力，他没有很好的去评估。那现在包含他的兵力，包含他的火力，包含他的战力，都已经后继乏力了。那现在俄罗斯的现在大军呢，无人机还有这个火箭炮，还有这个导弹都过来了。哦，那乌克兰已经没招架之力了，因为他的作战的精英在这3年半都消失殆尽了。那剩下的是补充兵，都是新兵啊，训练不如的送到前线去，那只能当炮灰啊，守不住了嘛。这些因为资深的有作战经验的都已经伤亡了，已经没有战力了。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他这个现在逃兵也多，作战意志也低了，所以他这个应该早一点点，应该早点评估，早点这个战争要早点结束。所以他这个兵火力战力整个都已经挡不住了。那现在赶快求吧。那之前好的时候见好就收，不要输那么多。那现在输大单了，本来输小单，现在输大单了。所以对乌克兰来看呢，极不利的战略态势。第二个，他犯的错误啊，就是他有战略错觉，而且乌克兰战略错觉还蛮严重的。他认为现在啊，这个美欧国家只会帮腔，但是不会派兵，他只帮腔而已。帮助乌克兰。最重要的，乌克兰不要帮腔，乌克兰现在是要大家派兵帮他，他完全战略判断错误了。所以这样子让陷乌克兰于这个万劫不复。那现在这个地方一发不可收拾，不是让子弹飞一下，子弹飞不完呐，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战略的判断错误、战略错觉害了乌克兰。第3个，我认为他犯的战略错误就是说，他没有中战指导。乌克兰那么大的国家，603000平方公里，4400万人口，竟然没有中战指导，这非常可怕的。要有个征战指导，到什么时候认赔杀出都没有。那现在都没有。现在呢，如果继续打下去，土地丢更多，他的伤亡的人更多。那第3个，欠债欠更多。他现在是借钱打仗啊。乌克兰现在工业停顿，只靠农业能够卖几个钱啊。所以我们来整个看下来啊，乌克兰犯了3个严重的战略错误，造成乌克兰陷于万劫不复的地步。更多国际内容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洪庭哥怎么看川普的扩权又惹议了？我觉得川普实在太有趣了哦。我最近跟很多美国智库的朋友在聊天，那我都跟他们讲说，我实在看不懂川普的关税在做什么。然后呢，他们就会跟我讲说，他们也看不懂赖清德到底要干嘛。对，那最后的结论其实很好玩，我印象很深。有一个朋友劝我，他说，其实你们对川普真的不要太 overthinking， 就不要想太多。你觉得一个80岁的老人，他在想很多细节的时候，他会有这么多对细节的这些算计嘛？他说他就不是一个 detail guy。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作恒。首先来欢迎这一节参与我们讨论来宾，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赖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做很好，大家好。好，我们当然还是来关注现在在这个 TVBS 的民调当中啊，显示中间选民对赖清德真的很反感嘛。当然，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罢免啊、关税这些议题种种的发生之后我们就看到呢，民调显示在中立民众当中对于赖清德的不满意度是有53%破50%的。那当然呢，我们也不能只有看一个民调嘛，我们另外来看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呢，同时也显示说赖清德的声望跟政党倾向当中如果是中立选民，他们不赞同的也有56%，其实很近，也就代表说呢，这个数字啊是有一个参考性的。那中间选民为什么会对赖清德的不满超过50%呢？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人是这样呢？当然也是有几个原因，我们帮他来盘点一下。事件一呢，有可能是不是因为你看看现在罢
罢免啊，还在持续的催。结果呢，你看罗评委的罢免领衔人以及英罢，他们现在喊什么呢？他说我收到了传票哦，这个他说这是被政治追杀。哇，你是不是搞不清楚对象啊？现在到底是谁在执政呢？是蓝营执政吗？怎么会是怪蓝营的追杀呢？还有第二个，你看看现在呢，就连这个贴反罢广告都可能会被检举。这是台北地检署呢，就发给各个台北客运的函文，上面写着说呢，车上张贴不同意罢免广告是受何人所托，在什么时候骑在公车上的资料全部都送出去了。好，罗志强马上就说没关系，我来自首，你欢迎来抓我。他说你要不要查一下？你现在大检调大查水表吗？怎么这么闲？连一个公车的广告你也要来查到底是谁张贴的？那北检的回应是说，有民众告发726当天在这个公车上看到不同意罢免的广告，那他们认为呢可能违反了选罢法，所以呢不是查水表。但当然不止这个事件啊，讲到这种检调司法大家都是这个历历在目，其实今天也才刚发生嘛。那还有回顾呢，这个过去罢免民进党立委的造假案全台起诉就有100个人。其中242个人是被告，23个人被押，这么多的数字，完全都是为了这一场大罢免。好，那罢免国民党的这个无效联署呢，也有破15万份啊。结果现在中选会告诉你说，这不是伪造，这跟这个没关系。当然，这些事情你双标的这个也会引起了很多中间选民的反感嘛。但赖清德呢，现在是不是要走上两国论了吗？因为我们看到最新是赖清德在8月5号的时候。当时他提到两岸议题，他虽然强调说政府会维持现状，确保两岸的和平稳定，可是你看刘世芳，他在昨天的时候他受访就突然的不知道是这个突然讲出真心话吗？他说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哇，蓝白就说你这根本就是已经是违宪了。今天他改口了，他说维持现状是最大的共识。那这个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承认这件事情呢，他说个人的观感他就不评论了。不过呢，黄伟汉也说，他说不能够因为现在宪法条文就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家的客观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国家，它就是5星旗。他说你不要手抱一个宪法就蒙住眼睛不看见。这番话呢，其实这个看起来骨子里就是被认为就是两国论嘛。那你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用管宪法了吗？干脆赖清德就直接宣布独立好了。那这样下去啊，当然赖清德的民调也很难高嘛。所以像是邱毅呢就分析说，他恐怕会成为第一个任期都还没有满就下台的总统，因为呢这个体制被破坏啦，甚至呢你不要再讲到连任了，不用连任的问题，在4年内他可能任期都还不会做满。好，可是我们看到真的是内忧外患啦，因为呢还有是连外交都能出包这是呢南韩的媒体最近大篇幅的报道说，台湾的政务委员、人权及转型正义处的官员他们相约要会谈，结果我们的官员竟然就在前一天晚上临时说有 APEC 的紧急事项需要处理，所以我们单方面就把人家取消掉了。那对方呢，当然非常的生气在脸书上就抨击说这是外交上非常失礼的行为，甚至他感到屈辱。好，这样的事情呢被爆出来真的是丢脸丢到国际去了。那现在这个政委呢，林明熙他就说我已经道歉啦对于这个南韩的官员在社群媒体上要这样发文，我也很诧异。他说呢，他有跟他沟通过了，结果呢没有想到对方还是这么生气。那对方就算是理解，难道人家不会有情绪吗？不过倒是讲到外交现在说呢，洪都拉斯是不是受够中国了啦？因为这是美国媒体他就分析指出说，因为洪都拉斯国内的经济跟贪腐的问题，再加上中国贸易的协议承诺落空，所以呢现在有一股声音是希望说跟台湾复交的。那也确实在11月份他们就要举行的总统大选当中自由党的这个候选人目前来讲民调是微幅领先的。那他曾经就在4月份辩论的时候承诺，如果当选之后就会推动要和台湾恢复邦交。那另外呢，他的对手目前暂时落后，不过呢他也是承诺说他会把外交政策从对中
转向对台。那目前呢，两个人还在厮杀当中哦。不过呢，讲这个是洪都拉斯，可是另一头呢，我们跟日本呢，现在小笠原呢就爆料说呢，日本媒体啊，包含读卖产经跟朝日新闻，为什么都批评大罢免呢？就是他们对于信赖产生的信赖危机。好，赖老师啊，怎么看？现在当然这个好多事情啊，我们都快要整理不完了。那中间选民也难怪啊，是不是对赖清德的反感度越来越高了？那个赖还是很重要，还是要信任啊，信赖，信我这个赖，不要信那个赖啊，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对，你也信赖，对，我也信赖，还对嘞，你这个本来就是信赖哈。对，但是我个人是这样认为了，我觉得，这一次的民调，这2次的民调很重要，一个就是这个绿营的媒体的民调它测出来的结果是中间选民对于赖清德不信任超过1半以上，50几啊。那 TVBS 的民调是最被可信任的哦。一般来讲，在台湾各种选举里面，我们会发现 TVBS 的民调最准。他也是发现，就是中间选民超过1半以上，对赖清德不满意，支持的都很少，都不到3成了，都1成多2成左右。现在蓝绿的阵营基本上来讲是势均力敌了嘛，因为绿营的现在越来越弱，蓝营的一直在往上增长，所以现在势均力敌。那谁来决定谁赢得这个中间选民？中间选民以年轻为多一点，但是各个阶层、各个性别都有分布，但是中间选民很重要。现在中间选民普遍对赖清德不信任，对民进党不喜欢。那这样的情形下，坦白说，这个对于明年的选举，对于民进党来讲就很不利的影响。再过接着是下一次的总统选举，对民进党也很不利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件对于蓝营来讲，或者是蓝白的合作，我觉得又创造出一个更好的空间。这一次不能够再犯上一次的错误。这一次不管是蓝营或是白营，我觉得在各个方面都应该要坚持的继续合作下去，不要因为蓝营的有在成长，又开始自大了，然后好的一盘棋又给自己搞砸了。对，还没有稳赢的，还没有稳赢的这回事。所以我倒觉得现在的情况真的是要好好的把握目前这么好的一个局势不能够搞砸。另外，宪法不重要伟汉认识你不是1、2天了不要因为投靠绿营之后，你的理念就变成台独的理念。宪法很重要，宪法已经不只是统独的问题了，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那什么叫做不要抱住一部宪法就蒙住眼睛？宪法就是你的眼睛你的心中如果没有宪法，坦白说，那什么都没有了。台湾的法治基础、政府基础，所有的政治结构，不就是建构在这部宪法的基础上吗？所以我觉得，不要投靠独派以后，投靠绿营以后然后就把自己表现得这么的淋漓尽致，表现得太露骨了，收敛一点伪装一下，因为不然的话，如果明年又选败了。蓝营又出来执政了，难道你要怎么转弯？不过我相信你有办法转弯的，你在这方面是挺有本事的。马英九在执政的时候，他是马友友的这个媒体人的领导所以蓝营执政的时候他是蓝的，绿营执政的时候他是绿的。然后如果再下一次蓝营又执政的时候，他又会转蓝的。你放心，台湾的人民健忘得很，再转一转又转回来了，没问题的。所以我相信你绝对可以再变回蓝色，但是这次稍微收敛一点，免得你真的转弯转得很辛苦，也转不过来。这次再提醒你，不要转得太大了不要让自己真的受不了尾巴，麻烦你收敛一点点，就一点点就好。我想保证你现在绿营的天下，你一定吃香喝辣的；蓝营再上来了以后，你一样可以吃香喝辣，不过收敛一点我觉得日本对于赖清德的不信任，对，也是对于民进党的不信任，也是对于这些推动大罢免案的这一些团体的不信任。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民主都告诉你说，人民选出来，第一个他有任期制，所以4年的任期或是5年的任期，其实那个任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所有的政治学的理论都告诉你说，任期就是确保你再重新的被人民来检视一次。如果你表现好，人民信任你，你继续连任。但是基本上，除非你作奸犯科、违法乱纪，一般来讲，是违反了法律。那在这个情形下，才有罢免嘛。你怎么可以说去年这个国民党赢得这个整个立法院成为绝对多数党，你就因为输不起，你就要把它罢免？冰斗啦，冰斗，对，这个是违反民主的。大家都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日本这次在这个参议院不是输了吗？那可不可以冰斗？自民党冰斗啊，冰斗再来啊，反正就是冰斗一次，罢免完输了再冰斗，再输啊，再冰啊。美国不也一样可以这样玩吗？全世界都可以这样玩，没有一个国家这样玩，只有台湾这样玩。那你想想看，在日本人的这些媒体人或者是学者的眼中来讲，你是反民主，已经反到底了，跟你的政党的名称是背道而驰。对，因为现在其实后来还有人喊说，那这样我也可以来提出罢免赖清德啊。那当然，这个现在也有分析认为，是不是赖清德恐怕这个任期都做不满了？来，宏庭哥。我觉得很难得，你要看到外国的媒体说不信任这个另外一个国家的元首。对，那为什么日本要不信任我们？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日本担心他被我们拖累了。所以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赖清德现在就像是一个 loose cannon 一样，就是一个自走炮，然后他随时都有可能造成区域的危险。所以这里面最大的关键很简单，维持现状是大家最大的公约数。那一定是大家看到了赖清德做了些什么要改变维持现状的动作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刘世芳的这个讲话也是啊，他就是在改变现状啊。对，那这个改变现状就会造成大家的危险啊。那就很像我们民众一样啊，大家的日子过得好好的，大罢免突然来了，仇恨这么多，民众告诉你说，我不要这样子的台湾，我不要这样子的中华民国，我希望回到以前这个团结平和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大罢免也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他真的要仔细的去思考，就是说你现在整个民调掉下来最大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走的太多了，你做了太多大家不要你做的事情，那不要你做的事情你就回过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现在失灵到让我觉得真的很恐怖一件事，就是你看我们刚才在讲，大家第一个讲这个不同意罢免方是防守方，你怎么会去检讨防守方的文宣呢？这是防守方的文宣会有什么问题吗？就是很奇怪，他能够有攻击性到什么程度？你告诉我。甚至还有说蓝营政治追杀。对啊，这个逻辑根本就不通嘛。那你应该去检讨罢免方的广告有多离谱才对嘛？怎么会去检讨反罢免方？然后你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今天最想谈的其实是外交问题了，就南韩的事情啊。对，南韩的事情，大家觉得意外吗？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我们赖清德是不是取消了什么巴拉圭的出访啊？你因为没有办法过境美国，所以你取消了巴拉圭的出访，那就跟你现在因为要开 APEC 的会议，所以另外一个更不重要的会议你就取消掉了。哪一个比较严重？我觉得巴拉圭这比较严重，这是我们的邦交国，你不能过境美国，然后你就取消了我们原本要去邦交国。而且巴拉圭总统已经有公布，对啊，总统都已经讲了说要去啦。那这样子其实才是外交危机吧？所以你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更要紧张的一件事，其实是今年是 APEC 的主办国是韩国，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重要会议要让你临时取消其他的会议？那这个你是不是也应该要跟国民交代清楚？是不是因为 APEC 出了些什么事？因为大部分的学者专家都认为，就是说最有可能，如果真的最有可能平和两边在没有所谓前提下的见面，那习近平跟川普最有可能在哪里？在 APEC 见面。因为明年中国大陆是 APEC 的主办国，所以他今年应该一定会去南韩。那川普也会去南韩，所以最有可能见面的这个时间点是这个。对，那当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又出现了所谓 APEC 有紧急事态，紧急到要去取消一个跟这个韩国的原本的这样的一个高阶官员的会面。
那就表示其实是有危机的啊。所以整个这样讲，我就说，整个赖清德政府他要思考一件事，就是你的螺丝不只松了就算了，你好像一台零件有问题的车子，大家都知道零件有状况了，然后你还在飙车，你还在越界，你还试图的去改变现状。那这个对这个国家来讲，就是最危险的事情啊。对，当然这个就说这内外好像都被夹击的感觉嘞，副司令。赖清德的民调，他这个跌落谷底，一泻千里，因为他犯了3个重大的战略错误。第一个，他就是激化社会的对立，撕裂了国家，撕裂了社会的和谐，搞大罢免就是这样，甚至还有那个家庭失和的，他女儿打爸爸，然后还把他 PO 上网，结果他的这个父亲讲了。他一辈子痛恨民进党，搞得大罢没有意义嘛，大罢免大失败嘛，为什么要去激化这个对？这是错的，错的事情不要再去做，不能一错再错，步步错，一直错下去。823也要赶快把它取消了，不要再搞了，把这些钱省下来去救灾不是很好？这几十亿省下来嘛，这大罢免的钱直接省下来拿去救灾，那个南部的这个民众也过好一点，有这些经费给他们。那么搞一意孤行，结果搞到这个社会的对立激化，你这战略错误嘛，不要错的事情不要再去做，不要再是这个一直错一路错下去，那么整个的中间的选民马上通通都在那边都站在那个赖清德的对立面去了。这个总统要总统的高度。第二个战略错误就是说操弄司法、操弄媒体，这个搞这个罢免哦。男的提案是0，为什么？都被抓了，都被押人取供去了。结果呢，这个绿的呢，15万的这个联署不及格。对，这31个罢免案都有死亡联署，都有伪造文书，他就办蓝不办绿，那都有死亡联，31案都有死亡，死亡的人不会签名嘛？那这签名怎么来的？这31案都有死亡联署，对不对？在包含那个。台中选出来的区域立委江启臣45个这个死亡联署啊，你这个死亡联怎么来的？为什么不办？为什么不抓？就是这个样子。你办蓝不办绿，你这个整个就不对。还有一个我们讲到的这个操弄媒体，媒体是来监督政府，是第4权。结果现在这个赖清德把媒体操弄监督人民，然后监督人民，人民有没有权利？有没有位置？通通没有。应该监督政府，所有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媒体都要监督政府。那这个赖清德操弄这些媒体来监督人民，监督在野党，哪有这种事情？第3个，我认为就是他的政治用词屡屡失当，罢免实讲啊，什么这其余人什么杂质，就把年轻人就教坏。结果年轻人讲我杂质，我骄傲，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总统怎么可以讲人家骂人家杂质呢？年轻人觉得价值都错乱了，变成说他杂质他骄傲，变成这个样了。赖清德这个讲话屡屡失当啊，荒腔走板，非常荒谬。我认为他3个战略错误，赶快做调整，不要一意孤行，跌落谷底。这样子的话，他整个执政的失败哦，造成会遗臭万年。对，当然这是这个希望赖清德最后可以赶快亡羊补牢一下针对这些大家很在意的部分。